我遇见了你，像一只雨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你是夏天的风，吹走所有烦恼；你是甜甜的梦，填满我的心跳。溪水澎湃的声音是心动的信号，喜欢你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夏天的风，带来所有美好；你是甜甜的梦，让我嘴角上翘。星星眨着眼睛，月亮在偷笑。要带着光芒，勇敢去上去闯，不断自律的你会越来越强。保持正的能量，不惧雨雪风霜，守住初心的人最有力量。不要浪费时光，别和圈人来往，别让闲言碎语扰乱你方向。踏踏实实向前，不惧别人目光，好运早晚会降临你身旁。要多和优秀的人来往，学会避短扬长，少管闲人闲事，少去瞎忙，放远你的眼光。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不顾一切的你我从前，不如见一面。燈已紅，笑問如何珍重，幾番風雨，心窩已經不再夢。街燈照映，昨日柔情牽縫，留下獨自的身影，夜雨中。讓暴雨我身灑去，卻也不可沖洗眼淚，就讓冷風吹。燈已紅，笑問如何珍重，幾番風雨，心窩已經不再夢。快樂是愛的甜，融化在心間，每一個瞬間都值得紀念。快樂是愛的甜，溫暖了歲月，有你的世界每天都新鮮。快樂是愛的甜，幸福在蔓延，用真心澆灌着愛的花園。快樂是愛的甜，永遠不改變，我們的故事會直到永遠。快樂是愛的甜，融化在心間，每一個瞬。和老師跟欣欣是怎麼認識的呢？欣欣的公司其實非常注重它的發展，所以呢就請我給他上課。第一次合作是在上海上課，接着就是品牌拍攝活動，其中一個就是在外白渡橋，也就是盛夏芬德拉的導演看到欣欣的那組照片的那一次。後面我們也給觀眾帶來了不同的角色呈現。在荊棘花開中，律師呈現的氣質儀態和別的有什麼不同？劇中呢，他呈現的其實不是一個精英律師，而是一個基層的法律援助律師。他要的氣質應該是穩而不硬，柔而不弱，那眼神也會非常的關鍵，在跟人的眼神的交流的時候，一定要是專注、有共情力、很溫和的狀態。因為方圓就是一個有理想、有使命的法援，他一直在幫助很多年輕女性。其實整個氣質和氣場應該是穩而有韌性，那正而有溫度，儀態呢挺而有素養。有什麼新興的同款動作是可以練習的？當然有啦，一個就是飯後你去靠牆站，第二點呢就是你多去練習你的肩頸，讓你的頸部去立起來，這樣的話大店裡看起來就是挺拔有氣質的。那還有一個點呢，就是我們要多練我們的腿部。平常我們刷牙、洗臉，或者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多多的去踮腳站。這樣的話，我們的體態和儀態就會有所進步啊。怎麼？
等会儿，等一下。Hello， 懂狗狗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晓旭，在这部剧里面呢饰演的是陆怀远。把孙子都瞒住了，谁给你退路？我是没给你退路吗？是你们这次的饰演就是还有最大的挑战是跟之前这个角色有最大不同。和之前饰演的角色不同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他回到了一个很纯粹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怀揣的东西都有一个大事儿。所以在这部剧里面呢，我感受到了很浓的一种就是很纯粹的一种力量。就在我们厂子里面，大家为了做这样一个创新也好，或者改革也好，大家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说是拼上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且我们不怕那个风险，也不怕去冒险。其实，这部剧最大的一个难度就在于不要去演，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是自然的对话，真情流露。并且面对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很多的态度的时候，其实它需要更真实，然后需要你更真诚这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难点了。一场戏里面讲了一个关于天线的一个事情，那个天线应该怎么样去摆放，它既不能影响那2个喇叭的位置，还不能影响那些电路的走向。看似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它其实在背后那些复杂的电路上面，它都需要严谨，因为最后我们是要做出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产品。这个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希望能够把声音传出去，然后甚至传到对岸去，所以希望它是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也在为这样一件事情去做努力。所以说在剧前做了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些工作吧。一本正经的厂长，其实私下是一个小孩哥。什么？等会儿，等一下。胡言乱语的大挑战会让你来踢这个毽子，然后什么时候踢到5个，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就能结束。边踢毽子的过程中，随机问一些问题，快问快答就可以了。好，3、2、1，开始。好，给自己今天的穿搭打个分吧。满分。好，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什么？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等会儿，一些不能用了。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等会儿，等一下。最想拥有一项什么样的超能力呢？瞬间移动。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踢毽子。最喜欢什么颜色？绿色。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哎呦，杨桃。我最多就俩。来，休息的时候最想挑战什么？踢毽子。你学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还记得吗？西红柿炒鸡蛋。你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在哪里？没有。如果不当演员的话，最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厨子。我踢不了5个呀。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呢？踢毽子高手。随便。好，最后给粉丝送一句4个字的祝福吧：好好生活。Game over。80年代的厂长上班通勤主要是靠什么交通工具呢？28大杠。陆怀远作为燕舞厂技术厂长，最擅长、最核心的技能是什么？制作收录机。80年代厂长喝水常用的是什么呢？搪瓷缸。80年代工厂开会最经典、最具年代感的开场白是什么？那个，手上活停一停啊。如果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并不存在于互相成就，而是战友。就是这2个人既是彼此的伴侣，又是身边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因为他们2个身上背负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是战友。那么在那个时代，我觉得我只能说我演这个角色当中的体会，在分别的那一刻的时候，并不是说就永远就分开了，哪怕知道可能未来万一要见不到了，那也没有说是会有悲伤。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通讯没有那么发达，包括我们没有社交媒体软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能通过电话或者说书信这样子去交流。更多的时候其实思念会更多，还有包括对于另外一个人的了解会更多。
我觉得就是在那样一个没有这么发达的社交媒体的情况下，双方的就是心与心之间靠近的这一刻，是通过灵魂的交流，这个才是那个年代最迷人的吧。对，我感觉许淑华是一种入室抢劫般的爱情，他突然间就回到了你的身边，闯回到了你的生活。像这样的一种感情是我无法预见的，但是是我一直期待的。我们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很温情的一些故事，并且这部剧中的每一个角色，他都不是说是头重脚轻，而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那种光环。他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都会展现出自己的闪光点，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上一个那个家里的那个场景里面拍的那场戏是一样的。我们走戏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样子，就在那儿盘本子，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盘到最后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他跟我们想象当中的父亲不一样，所以我才会有了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这部剧里面没有坏人。我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的疑惑是这个时代不存在的，那有很多的困难也是这个时代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时代太便利了，那个时代大家热烈也是源自于那些不便利。希望我们能认认真真完成这次角色，也能认认真真拍好这部剧吧。也希望我能在这个剧当中像是一次旅行一样完成这样的一个时空穿梭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部剧里面观看这样一个热烈又温暖的故事吧。就像最后我跟许淑华说的那句话一样，许淑华不管你走到哪，千万不要丢掉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份热烈和勇气。大家剧里见吧，拜拜。我是演员刘晓旭，我同意看接下来的视频。原味饼。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皆无可厚非。你好，周深安。Hello， 央视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晓旭。无聊无趣，非常无聊，非常无趣。因为他是一个话少，但是他做得多的人。如果只是看表面的话，他确实是一个挺无聊的人。但如果深入了解他以后，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且对于他所谓的另一半也好，或者说是那些值得的人也好，他都是在用心去付出。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配合。饰演完周深安这个人物以后，他确实影响过我一段时间。你的行为模式以及你的说话方式会跟他类似，所以导致我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去模仿他的一些行为。对，就有时候其实是在抽离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摸不清现实还是戏剧。小孩可能是我戏外或者生活当中大家看到的我一面，因为我今年确实也只有27岁，也很腼腆。对，知道我的人我经常是脸红。然后书呢，更多可能是我在剧里面所展现出来的那一面，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两面性的。我是很喜欢这正负白。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在我演话剧的那段时间的时候，其实创作很多个人物角色，以及创作不同类型的人物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奢侈的工作体验。我的这种变成了一种愿望吧，但是很难满足。直到有了短剧以后，我才能够开始尝试不同的人物角色和人物类型。对于戏剧的表演来说，我们在舞台上更享受那一刻或者那一秒的一个瞬间，因为有的时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东西。因为有过一些话剧的表演经历，可能类似于每一个演员都有一个匣子，当我把那个匣子打开的时候，我会发现之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以及累积过的一些事件都会原封不动的在那个匣子里面装着，我可以从里面提取。偶尔会看，因为网上大家有很多，大家都是朋友嘛，看到大家有新的作品上去，慢慢的热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其实在这一刻的时候是祝福更多，大家所有人的作品啊也好，或者说是排名也好啊，对，我是觉得最终归根结底会归到内容上去，因为内容变得越来越优质了，然后
给予观众朋友们的这些所谓的情绪价值也好，或者情感上的共鸣也好，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大家更同频了。会，我一定会看的。对，就是上线以后，我自己的剧会从头到尾全都看完，然后并且我会特别关注一些剧评，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是都是一些剧粉啊，他们写的一些评价，甚至他们对于这个人物的解读是比我要做的功课甚至还要多的。我认为，我觉得我很幸运有这样一批观众。哎，这个角色也是他演的。啊，对，这句话对我来说触动很深，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短剧的这个就是又短又快的这个节奏当中，1个月我可能要做三个不同的人，甚至能做四个不同样子的人，怎么能把他演成不同样子的人，这个事情变成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而且这样的评价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 OK， 那我说明我的工作还是做到位了的。有的时候可能从27岁演的那书，有时候可能从30岁演的那个书，有时候可能从18岁演的那个书，对，都有可能。担心过，对，但是现在其实还好，就是剧本上面好像角色没有过去，那么单一，那么标签化，但是现在就是可以在一部剧里面去体验不同的年龄阶段。年龄阶层，所以说被这个行业往前推着走的时候，其实能感受到我不需要去担心这样的标签化，因为在一部剧里面，我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会展现出来。我想尝试用小人物去讲家国情怀这样的一些故事，市井气息的一个摊主、小卖店的老板、公司的白领，或者说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反正都有可能。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故事会更加贴近观众吧，又能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演员就是人物的传声筒，所以我更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人物真实的东西给它表达出去。肯定是的，因为短剧给了我一碗饭吃，并且能让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不停的去吃饭，不停的能够去尝试就是新的人物角色，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演员呢也不需要去分为3、6、9等，就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人物角色去服务的。我特别感谢有短剧的出现，任何一个工作机会都是一个机遇，只是看个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了短剧，那短剧就是你的机遇。我希望它能够更长久一些，不要只是那一瞬间惊艳到大家。老师，为了确保公平有序的，一定要慢一点。14排07是哪位？14排07。14排07，请举手。没有，通过。6排02哪位？举手到前面来。还有。4排19。4排19是哪位？请举手到前面来。4排19到前面来，快速度。13排19。13排19到前面来，谢谢。幸运观众请到台前先站好，因为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再拍照片啊。9排22。到前面来。12排06。12排06举手，在哪里？有吗？12排06请举手。OK。6排05。6排05在哪儿？好，在。有，在这儿。好，看发拍的，你的呢？小徐，你的。第一位，2排06。2排06举手。来了。第二位，3排02。有吗？最后一位，1排25座。1排25座。1排25，1排25有人吗？好。没有，抽一个。再抽一个。我没抽呢。对呀，我这个9排1座。9排1座是哪位？请举手。我这边是
2排13是哪位？请举手。来，到前面来了，前面来。还有一个是5排1座，5排的5排1座是哪位？举手，到前面来。还有一个是4排20座，4排20座是哪位？举手，请举手。4排20座。好，谢谢。来，念到座位号的同学，请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登台。然后我们来发给他们，是吗？好，一人送3张哈。那你们先给诸位老师3张好不好啊？因为你的呢，好，来，请幸运观众朋友们站好，然后来我们这边领取。你们先往这边，来这边领取。你好，好，来，那边还有，那大欢老师那边还多吗？好，那请观众朋友们，来，所有拿到海报的朋友，请在前面蹲成一排，请到前面蹲成一排。4位老师少了一份。